欢迎第一组的伙伴，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来做个主题啦，就来看看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剧本、新的篇章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身边。这可能是你这1到3个月的能量总体的一个，我们先来提取一下，然后让你有个准备。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之前有遇到过一些什么事情，那曾经看过别的牌组或之前的解读，但现在可能能量已经稍微有不一样了，我们就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首先我们第一组你们选到的这个缪斯，这其实之前有出现这张牌过，所以如果你重新的选到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能量的延续这边出现缪斯的是逆位。我们现在你即将遇到的剧本首先我觉得它象征的是一个灵感创造力跟内在驱动力跟灵魂使命的一个代表。有没有？缪斯就是代表一种爱与创造力，它逆位了，正位来看其实还蛮愉快的在某一种享乐快乐的底下去创造自己的一个想象力，是很自由的。但是它一旦逆位时就会代表失去方向，然后也缺少了创造的能力可能对生活感到一些疲乏，或者是灵感的枯竭你甚至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或你的才能。在现在这个阶段，这张牌可能暗示你处于某个人生的阶段是失去热情的现在的你，或者失去某些目标，或者对原来的这个目标没有这么样的有活力了，有动力了，所以就会跑出一个逆位的牌，不代表你没有，只是暂时的，似乎没有办法呈现得很好。等于说你原本相信的一些事情开始动摇这可能代表是职场或梦想或人生的定位缪斯的这种无边无际的幻想跟创作的精神在这边暗示着你。所以这样你们即将遇到的这个人我觉得这个跟人有关。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人设，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遇到，你不是你，那你可能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在呈现了。可能某些跟你比较亲近的人，你工作的伙伴，或者是说你的情感对象，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的展现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主牌再来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神谕卡，一起来看这张。除了这个正位是钱，但是钱你可以看到好多钱，桌上有钱，这个后面的墙壁的保险库也有好多钱，这是代表钱很丰富。逆位了，这个逆位可能会显示你有一些财务的压力或者是说金钱上的匮乏或不稳定，对金钱产生焦虑，或者你有不健康的依附想法，想要依附某些暴冲的一些财富或者是一些赚快钱的能量，想要快速的赚取钱财，呈现逆位有这样的可能。这对财务的价值感可能有一点混淆，你可能用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方向现在是有点偏颇的，甚至有点不确定。如果结合你们现在前面这个缪斯的逆位这也在显示你现在的剧本里面正经历一个内外都感到动荡的一个过程。内在你可能在迷失然后外在的经济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现实的生活上的一个基础也出现一些瓶颈。例如你可能工作会不顺或者是说收入有点缩减，然后或者是增加一些花费或者投资错误也有可能。但是你本来要有很多钱的了，本来应该要这样正位，它代表了正位的正能量应该是这样，表示你的初心初意原始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一旦逆位之后，这个呈现的就稍微有点现在感觉有点不足，或者是说像刚才说投资方向的错误造成自己有点紧张这可能就是逆位所产生的一个情绪，很多在这里。然后另外一张的神谕卡这边孕育这个女人是怀孕的过程
这张牌倒是蛮正向的就算是这组牌里面挺正向的耶，连续而来出现一个好的牌所以即便有一个动荡，有一些不确定，有些迷失可能你现在相处的人关系人或者是说事件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不用太担心。你们可能在一个职场上或者投资的行为上会得到一些稍微的弥补，这边弥补回来就是你要稍微去做一个计划，这个更多的就是一个计划，新计划的诞生，诱捕，甚至是诱捕的行为，这边也有money对不对？所以这边在说的是说这个内在或实际层面的去孕育新生命，有可能真的就是要怀孕，就是要生小宝宝，等于新阶段的一个创造力的，有没有创造力的再萌芽，或者说现在没有，但是你又重新再来，越挫越勇，重新再孕育的成功性也挺高的。你看这个怀孕的嘛，成功了，它与前面2张形成蛮强烈的这个对比好像在告诉你现在虽然有点混乱了，但是新机会可能在酝酿这可能是新的事业的灵感或创作或者就像刚才讲，真的有一个新的宝宝，你想要备孕，或者是说你有个人生的新角色，新的职场的一个职位或者是新的一个环境都有可能。然后当然也包含真实图面向所说的，就是成为父母的准备，或者是转职，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之后可能会转职，这牵扯的意义跟领域会更多的是在某些不太确定的状态之后，但是萌生了一些新的可能的产生，这是不错的。后面2张牌出现了一个事件牌，一个时间牌，9月跟婚姻是代表一个关系的稳定还有承诺的形成这是一个很好的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孕育后面，我觉得这又显示了更好的一个能量了。所以你们现在如果真的有点混淆不清，有点动荡，有点不安稳的话，甚至说灵感枯竭，创造力有点薄弱的时候，不用担心在你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新的机会。而这个婚姻有代表我刚才说的承诺跟缔结关系这也是代表一个内在的阴与阳的结合，对婚姻嘛，或者与他人的结合，然后结合成一种更深层的关系，包含承诺，例如真的要结婚啦，或者是说要订合约啦，会有订单的达成这不一定是字面上这个婚姻也有可能是某个信念某个团体一起的结盟。所以你可能在接下来遇到的这个所谓的婚姻或者是团体伴侣关系有重大的事件要发生这个所谓的结婚订婚重新定义关系或者是遇到重要的灵魂伴侣都可能象征你会嫁给或者是结盟联合，结合到一个新的人生的角色或者是使命有没有新的使命重新有一个灵感的出现，我觉得非常可能孕育成功之后嫁给了他，跟他结合。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所谓的浪漫关系的呈现的话，这也代表是一个很好的职场或者是说自己工作上的一个良好的结合，不错。直接后面来了一个9月牌，非常明确的时间点今天给大家抽的剧本都直接把那个时间牌也抽出来，让大家更明确一点，抓到一些概念这个事情可能在9月不就是现在吗？搞不好你很快，如果不是9月，就是可能9个月之后，大家可以去换算，或明年最晚的就是明年那个9月会发生。所以这个整体的剧本这个9月会是一个关键点，可以注意这个9这个数字可能在那个时间的时候特别自己关注一下，然后它可能会迎来重大的转折，或者是创造力的回归，有没有？你的缪斯就回来了，开始新的事业所以这个9月之前或者9个月之前或未来9月，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可能都有一些混乱期，但是慢慢的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点看到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新的方向，这非常的好。所以你们现在整体的人生的剧本的解读你即将迎来的是人生阶段的一个混淆到重生的旅程，我看得出来。
会重拾你的热情。来看看你们的塔罗牌会怎么解释，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们的神谕卡想要说的，来一个历程，来看看历程会怎么样。愚人牌的逆位，其实有点类似啊，我觉得，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你会有点动荡嘛，有点不太确定，很多时候就在迷思里面啊，迷思，有些迷思，这有某些执着。逆位之后啊，愚人牌正位本来是对事情比较轻松的、比较自然的看待，但是你一旦逆位，你可能对你自己原来搞不好你本来很有灵感的、创作力很好的，但是你过于执着了之后，有没有逆位就变成放不开了、紧张了，跨不开那个新的旅程。你看这个人本来是要非常无惧的去展开他的新的一个旅行或新的一个身份的展开，这都是一个新的能量的呈现。但是逆位了，表示放不开，或者是说想太多，都有可能。所以这个跟逆位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缪斯在这个初期即便你有一点无奈，对你原来可能本来轻松一点，你本来我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或在你的关系，或者说工作处理上，本来应该还 OK 的，或者觉得自己还算得心应手，就是应该是像愚人牌一样比较无畏的、比较自由的，但是现在显然处于没有办法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见的不在于你的能力啊，这在某些你知道吗？能量的现在那个活动，这个剧本现在就走到这一招啦，这一个章节就是要过去，怎么过去？不要被自己的宝剑给蒙住啊！八字宝剑一直都说是一种业力，什么业力？自己心里的业力，这比较像忌啊。中国讲的那种紫微上面的化忌啊，忌怎么写？就是一个己一个心，对不对？一个己就是你被你自己的心所干扰，完全就是宝剑的8号的概念。你看这个人蒙住了眼了，不看不听不学，也不想知道，这种回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一个个100把的剑，你刚刚吃在旁边，就像你的思虑啊，在限制着你，所以你给自己造成的这样的边界，也造成了别人没有办法进入的一个边界，他可能要协助你都很难，所以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思虑先放开，有没有？回到你愚人的一个状态，又在缪斯底下，就你的缪斯啊，就是被这样子困住了。你可能为了要求的更好，因为要精益求精嘛，然后但是一旦时间期到了，或者说 deadline 到了，或者客户啊长官要求的时间到了，或者成果没有呈现出来，还是说我跟一个人的关系，我们似乎就缺少了某一种心有灵犀，或者一种共融共同应该说去驱动的一个能量的时候，这种缪斯的逆位就是很多就在于心，那你是不是要让他自己继续这样挟持你啊？对不对？这是很重要。来，再来，哇，中间来了一个宝剑的骑士，宝剑骑士就有很高的一个行动的能量啦。这个行动能量是在于什么行动？是脑力的行动。看，我觉得你们会被击破的。这未来新剧本啊，即便你们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无法自拔，尤其是阴性能量这边看到女生这边没有办法去跳脱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窘境的时候，有一个阳性能量这边看到骑着白马往你而来这女生似乎不确定，也没有看到，也没有去面对这个事态，但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能量的人来做一个厘清的动作，来做一个划分，来解决现在的混淆跟不清楚。宝剑都是一个厘清的概念，这充满的一个活动力你看白马嘛，非常活动，都跳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快速想要去沟通交流，甚至去递送我思想、我的情绪的一个概念的牌不是一个按兵不动，或者是说什么都不回应的这种状态。所以一旦如果过去有某一种灵感的消失的话，或者感觉的变淡，这个慢慢的沟通会活络起来。宝剑在这里，而且在 money 这边底下，刚才不是说吗？你们一定会去想到你为什么会变成财务的短少，
或者是说经济压力的来源，你会找到一个症结点，然后去突破它，这也是一个关键。有没有9个月？对，有可能这个金钱的一个所谓的动荡会有一个转折，然后你的内在价值或者追求这个所谓金钱的方法、赚钱的模式你会更清晰，更知道自己用什么方法去获取钱财是最快、最适合自己，甚至是最适合自己。因为这个宝剑的骑士有这样的能量会很快速、很有行动力的想要去理清去用思考力跟逻辑力去做判断。对这对这个所谓的金钱这边的一个判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牌。我怎么去投资我怎么去合作，然后在感情上也是一样，是好的，不错。再来看，太多了，但是跳来了一张，是权杖王牌的逆位不行权杖王牌的逆位代表犹豫，但是不用担心的是说，它迟早会正位的嘛。我们之前都说，这个逆位只是代表说，我现在能量会呈现或被压抑，可能就在你们现在有点不确定，刚才说有点波动、有点起伏的状态，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自信，被困住了。等待这一个人来救援你的时候，你自己似乎也需要做一些能力的驱动。这个能力的驱动，我觉得你是慢慢的在酝酿，也在这个孕育底下，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付诸行动，但是我可以慢慢的去想我该做什么。有没有？这张牌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强而有力这个权杖就这样，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是刺在这个山丘上，就感觉是漂浮在上面的。虽然没有落定感，对不对？感觉没有刺入这个土地，但是它却已经慢慢有一些植物在这个权杖上生长起来。所以现在就算一个逆位，我觉得这个孕育绝对会成功的。一旦你把你转正，一旦你把这个样的一个行为想得透彻，或这样的关系怎么去进行，有了一个方向的时候，孕育就更加的简单，就更加的容易了。这就是一个调配的行为，我觉得你们会调配好，把你转正，好不好？转正还来一下，来离我们的那个孕育近一点。好，再来我们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来了，你们竟然2个圣杯王牌也逆位，所以你们真的要有心你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联盟，这样一个婚约，这样关系的所谓的再进化、再结合、再重新创造，你要有信心，拿出你们原来的初心。一直说圣杯的王牌就是一种初心，原始的野心、欲望都好，你要展现出来，不要觉得自己不应得、不配得，这完全不要。所以这2张都把你转正，一样 highlight 在这里。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个你对人生剧本的看法跟想法。如果那个初心原始的一个活力都没的话，人生真的走下去很无聊也很无助，你会没有个动力如果你相信它是可以的，你是相信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结盟是值得期待的，是可以孕育成功的，你就不会觉得我现在做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你的任何想法、行动，一直说这就是念力他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绝对是这样。所以你的初心就要像这个水一样，像圣杯里面这个水都溢出来、倒出来，一定要满到这种程度你才足够去呈现你自己的愿望。你有一个强大的这样的能量在驱动你，宇宙就会帮助你。来，底牌是什么？来，噔噔噔，这是一个圣杯的3号牌，庆祝庆典。我在讲的就是这个，当你一旦转正了，2个都帮你转正，对不对？你看你的圣杯就出来了，你不用担心你显化不了，就怕你不显化，就怕你自己给自己扯后脚、扯后腿，自己给自己那种负面的情绪。这个圣杯怎么会来到你身边呢？这个3个圣杯是开心的意思有没有？我刚才说这种婚姻我们刚才当然是指广义的刚才一直在讲了，不只是爱情、浪漫关系。这也代表很多关系进入一个连结、合约订单，你看都会开心嘛？那怎么开心？你要相信他成功，你要还要去做，要去行动，是不是？钱就会来到你身边。如果你现在有些短少，有一些小小的不足，
或者是不安稳的时候，尤其是金钱面的，其实也不用去担心。我觉得更多的是说，你会去思考如何去重新做你的资产的配置，甚至投资的标的，你可能会做一个更改，因为这个宝剑的骑士在这里会很快很准的去突破那个盲点哦，突破那个问题点，所以这个暂时的一个金钱的逆位哦，不是困扰你永久的一个原因哦，所以你最后还是得来圣杯的，你们3个圣杯，大家开心去吃饭，去聚餐，和乐在一起，欢乐的意思，这都是一个享乐的行为，对不对？你值得享乐，也不是叫你每天享乐，是只是说你要期待，你可以期待你每天就是开心的一天，这更是重要。每一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绪饱满的时候，饱满，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显化成功的。OK， 这就是我们1号来宾你们的所谓的即将进入的一个新的剧本，希望你能收获到。如果觉得哪里不满意，现在就开始改写，绝对有改写可能。这些缪斯让它转正，钱也让它转正，行动力跟心态都让它转正。结果底牌就是一个圣杯3号。OK， 好啦，一样喜欢的给我按赞，然后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哦。留言是为了显化成功，就是能量，你一旦说写下来，就是写标语一样。写下来不管了，反正我就让大家的能量在这里，正能量都一直大家互相的支持，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就更容易成功，有人在监督你你就至少自己不敢偷懒，对不对？ OK， 好啦，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Hello， 欢迎第2组的伙伴们，大家好呀。今天的主题来看看哦，你们现在身边有没有什么新篇章、新的剧本即将来到你身边哦？这可能是这1到3个月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活动哦。或许你这个事件或这个人这个关系啊，你们之前有做过占卜，看过其他的一个解读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就来重新再看看当下，你看这个解读的当下，现在能量呈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波动，甚至走向。我们来看看这个新的篇章剧本是关于什么，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哦，有个打算。那首先就来看看你们主牌哦，这张主牌叫做炼金术，这比较像是我们有点像我们的塔罗的节制牌。你看这个好像有一个什么药罐、药水，然后这边好多工具啊，什么样各式各样的材料在里面。这代表的是一个融合，有一个新的发现，甚至是一种平衡，各个东西之间的平衡，怎么样去创造个新的东西、新的物种、新的关系。所以炼金术在这边感觉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变化。你可能会有身份的重建，或者是说事业的突破，它就像是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淬炼。它是有一个所谓的重新锻造的过程哦，可能会破坏旧有的你的版本的你，然后重新塑造一个新的版本的你。这可以是身体上、心灵上，甚至是你职业啊或者身份上的一个转变。它走向的是一个重新塑造，甚至得到主导权哦。因为得到了一个所谓的我们刚才说的均衡，甚至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之后，无限的可能就展开了。它也是一个灵性跟所谓的现实的结合哦。你炼金术这个字眼哦，感觉蛮奇幻的，对不对？它代表某一种，好像你经过一种这样痛苦或平凡的经验，然后转化成智慧跟力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才说这个是一个深层的锻造的历练，新的历练，你会被锻造的更加的精美精致。这可能是你的技能，或刚才说心情上、关系上都有可能哦。所以啊，诞生全新的自我，虽然可能会有点阵痛期哦，但是出来的一个新的样貌，你自己可能都会觉得蛮意外的。所以啊，它是一个重大的蜕变哦，或者蜕变之前你要付出的一个所谓的能量的一个波动。这也代表你可能会把你现在的混乱或者挑战转为更有价值的成就，有没有？我们重新的调和、调剂，去重新的孕育一个新
新的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更趋于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内在的价值的形成。所以你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炼金师啊，这好像虽然听起来很魔幻啊，但是它就可以把那种铅啊、什么什么矿物啊，那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变成黄金，例如这样转变、淬炼，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力量。好，再来看看你们其他的一个神谕卡，还有怎么样的一个能量，一起来看。哇，这个是一个毁坏啊！这有一个钢琴键盘，好像几个陷下去了，有没有？坏掉。这有一个没有办法工作了，损坏了，消耗、瓦解了，甚至结束、失去都有可能。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牌哦，但是也代表一个旧有的东西啊，或安全感啊的剧烈的改变。这改变不一定是真的就是让你全部的人生进入黑暗期，我觉得倒不是这样。刚才不是说你的重新的一个新的版本要出来了，所以你这个所谓的灵魂啊，或者宇宙啊，它在刻意设计你啊，去毁灭你原来的剧本，原来的键盘，这个音符啊，这个音乐啊，创造出来的感觉不好听，改啊，我们改，还是这个演奏的乐器不好，条件不好，技术不好，还是设备不好，换啊，对不对？这也是这个炼金师哦，他的一个本能哦，我要用我现在的现有的资源哦，去重新创造更多的可能哦，不要让这样子的毁坏继续下去。这跟这个塔牌很相似哦，它是那种必然的破坏哦，你以为的理所当然的东西给打碎掉，让你重新看见真相，重新正视它。它不能运作，它不是运作的很好，没关系。跟这个炼金师一起出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讯号，表示你即将进入一个蜕变期的核心，破坏重建，这就是你现在的主题，你即将迎来的一个主题，觉得挺好的。不要去太看待这样子的所谓的一个损坏，你都看得到它坏掉了，比你看不到，怎么这个音符怪怪，这个旋律怎么不优美，你都不知道原因呢？你现在都已经知道原因了，不是很好吗？我知道是这个键盘有2个，对，还有2个坏掉了，换掉它，打掉重练，对，这个重新的乐章是不是就更美好，被你锻炼出来？再来看看这张很有趣，它正面是一个女仆哦，女仆就是一个为大家服务啊、热心公益的一个象征哦，代表任劳任怨哦，也有一个所谓的付出的精神哦，比较谦卑啊，支持别人啊。但逆位的时候，可能来告诉你啊，你不要过度的付出哦，你不要过度的失去自我，委屈自己。你的付出跟服务已经够多了，你不是个女仆 ，OK？ 更多是这样，要去划清界限，不要被当作理所当然啊。我给你方便不是随便，一定要让人家有这样的概念。不管你现在相处的什么人事物，什么关系人，工作上的亲密对象，还是说你合作上的伙伴、同事，都要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啊！哎呀，我已经做够多了，你不要把我当仆人 ，OK？ 这是一个内在价值低落的意思啊。那我现在逆位了。我不要让它低落嘛，对不对？我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干扰我。所以这个女仆，你们看看哦，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女仆哦，还是说你现在就在低落潮，被大家当工具人啊，或者依附在别人的身边，当一个扮演他人、协助他人那个角色的时候，牺牲者的角色，这当场就说，提出警告了，你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当那个默默无声、一直支持着别人的人哦。现在是转化，有没有看这个坏掉的键盘揪出来，正视它，重新当一个炼金师哦，锻造属于你自己该有的一个一个价值，应该怎么说？为自己发声，画下界限，拿回主导权，甚至主导权。刚才这边是也说，你其实可以拿回一些主导权，因为你创造了新的东西。再来看看，这张牌就很好啦。今天我都有给大家抽一个日期的牌、时间牌。你看，你出来的12月很快的，现在已经9月底了。
马上就10月、11月、12月就到了，你的事业，这代表一个事业。真的有人把你当工具人，尤其是工作上，不要理他。你的事业在12月会有一个转变期哦，这一定是一个所谓的重新塑造跟一个所谓的重建转型上，我觉得看得到，强调在事业上。这可能会包含说啊，你会走向一个新的职涯的阶段哦。过去的角色的立场结构可能不适合你，有没有？不适合你逆位，而且你发现了这个键盘坏掉，所以啊，这个不再适合你，那你就觉得你自己真实的自己该是什么样子，你已经知道你的潜力，所以你就会去重新塑造你自己的身份。可能去创业啊、转行啊，或者进入更高级的一个人生，更高阶、更高版本的自己哦。这个，如果你跟炼金术这边结合的话，还有这个毁坏，对啊，更像一种刚才说的摧毁旧有的职业，你的那个职位都可能工作的定位，然后重新塑造一个更有权力价值的牌，有没有？不要再当女仆了。搞不好真的你会创造一个新的职业，或者扭转你自己的现在应该说职业身份的一个立场。12月出来，具体的时间点很棒，意味着这个前后时间都可以发生，可能是12个月，那应该不用这么久。我们讲的都1到3个月的能量，所以认为你们就真的是12月，不用该等到明年12月或者12个月以后，太久了。不，我们讲的都1到3个月，所以这个转型期啊之后就开始要落定的点就在12月，显化的成功的日期，成功的日期真的。女仆，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个女仆，不过女仆其实逆位是好的，就不要当女仆嘛。对啊，这里是重点在中间。好啦，所以我们来看看塔罗要怎么去深度的了解一下你这个历程呢？是关于什么？你们现在我们的2号宝宝的历程，什么东西要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了解一些更细微的东西。OK， 好。所以你们真的好像可能有这样所谓的新的职位离职之类的感觉。哇，权杖7的逆位，本来是要争夺打斗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的炼金师啊，我觉得慢慢趋于明朗化，会去争取了。原来逆位代表的一些你可能没有去争取，或者争取失败过去，那你现在会去重新去创造一个机会跟可能。这重新创造绝对是拿出自己的勇气哦，跟你甚至你自己对你自己身份的重新的奠定。对啊，我要去争取，对不对？所以逆位在这边一出起啊，对这个事情的状态啊，或者是说情势的判断啊，你其实都觉得有点混乱，然后你也知道这样的混乱不能下去，但是你迟迟可能都没有行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你可能是这样，知道我要去做，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还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针对某些地方改善，就是有点这样。这是一个勇气的牌，并没有很大的勇气去做这个事情。过去，但是你慢慢会有勇气出来，我觉得一定是，不然后面怎么会这样的改变呢？对不对？这是你前面的一个能量，有点想要做什么，改变什么，但是又做不出来。这个要不要出来呢？我觉得他既然出来了，我就让他出来吧。2张牌，圣杯的5号牌是要离开一些不好的情绪哦，不好的人。我这边可以看得到的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所谓的人际关系上啊，你们有跟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人有产生一些疙瘩的话，这样的一个情绪啊，会一直困扰你，可能就是你没有勇气去突破了。就说我做的这个改变，或者说我做的这样变化之后，我可能会伤害这样子的关系，有可能你们在顾忌这样子，这有可能是朋友之间，有可能是你们就是关系人比较亲近的人，你就像这样背对着面，好像不能说话，不说话。那大家也不是在生气，也不是在吵架，有点冷战，这个情绪就不好。
我的圣杯五更多，我们的圣杯五更多，就是说我的情绪里面有一些很遗憾的东西，很干扰的东西，让我没有办法去做决定。然后甚至有一些人际关系啊之间的权力平衡啊的这种干扰啊，让大家就只能先安静下来，有这样的能量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也可能造成说啊，我现在去做什么，好像我都没有办法，因为在某些关系或人之间呢，会有这样的东西干扰着你，或者是牵制着你，或者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沉默或者隐形的力量，这种隐形背对背没有冲突，你似乎看啊好像这样没事，但其实大家是背对着背，大家都心知肚明，并没有真心的去看待对方，然后这样子的失落感就是这种圣杯五的一个本质哦。为什么圣杯会来到你的因为会变成的心情，变成的情绪，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边的18剑现在逆位了，你看这个人被插住了，一把一把的剑都是思虑啊、思想啊、干扰啊，这种干扰开始要拔除了。你看这个人一旦逆位的时候，这个剑就会掉下来，对不对？抽离了，可以抽离在他身上，从他的身上给拔除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纠纷啊，一定会被解决掉，或者情绪上的遗憾跟低落，或者是说缅怀过去的什么东西也好，这种坏掉的键盘啊，已经知道的就不要让它再继续干扰我们前进的方向，把它揪出来，修正它，甚至修正它，对不对？所以这个10支宝剑在这里有很高的意义，就是真的是自我的一个价值的提升，甚至是对你的新方向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它的崩解啊，不是毁坏，它也不是要阻碍你成长，它反而是来帮助你的，所以不要去害怕这样所谓的毁坏的东西。再来，出来的是一个国王牌的逆位呢。国王牌正位，先看这个国王，这个国王不知道在想什么，对不对？我觉得他不是像一般的国王牌这么的有魅力，这么有号召力，这么的决绝的感觉。这个国王牌一直都是权力控制者，一个领土啊，一个领域的最高领导者，他绝对是有自信、有方法、有方针的。这个可以很明显看到他在思考，他甚至好像有点伤脑筋。过去啊，这样子的一个阳性的能量，或者是这个强而有力的人哦，他可能就是限制你们的一个问题了。但他逆位了，我觉得他会放手。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放手。有人是说啊，如果逆位了，这国王会变得更偏激，或者是更无情，或者是更绝对，更有什么操控力、控制欲，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说，你看这个国王一旦逆位了，这个女仆也是逆位了，表示国王这个边的逆位，我更倾向是他其实是出来说去明了到这所谓的10把剑放在你身上的不公平性，他慢慢去思考了这个问题。你们他在想，也不是完全不能判断啦，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要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我觉得这国王反而是在想，所以你的那个所谓女仆啊，这种身份的转换啊，才有可能被逆转了。我不再变成那种牺牲者，供应着你，甚至供应了这个国王。你不再这样子想，因为你已经认知到自己该有的一个价值。然后他也其实知道，这样子给你的付出的压力是不是公平？这边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再来一张，圣杯的6号牌，圣杯6号牌的逆位。这也是在表示啊，这样子的一个国王啊，他其实是在考虑的是什么？是你们之间的是所谓的关系的一个平等。你看这个男孩给这女孩圣杯，是很开心的，还送上花呢，很关心、很期待、很付出关怀的，是一种所谓的感情啊、记忆的依恋呢。过去你们可能已经认识很久了，或者在一个事业底下，你们在这个组织啊或这个位置上也很久了，但是其实啊，并没有得到很所谓公平的一个待遇啊，这个是逆位嘛。
而这个国王看到，我觉得有可能在职场上，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主管啊，或者你们合伙的伙伴比较高阶的这个人啊，他已经开始正视到某些不公平性，你可能真的做的太多了，那种女仆的那个可怜的感觉，他觉得的确你好像做太多，什么都是你在处理的，好像是不公平，所以这个又在事业底下。所以这样子的所谓的本来应该要有的所谓的记忆的连接，或者之前曾经共处的一个打拼的时光，或者在一起欢乐的时光，这种东西应该是被记忆住的，但逆转了，没被重视到，或者说没有得到该获得的这个所谓的时间的价值。应该时间越久，我们感情会越好，我们就越来越熟悉，那我们记忆越来越丰富，不管什么关系都应该这样，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对的回馈的时候，这个逆位就在这个意思了，代表这个东西被凸显，所以你的事业的这东西的共同性，我觉得慢慢会凸显出来在这里。喂，12月出来了个金币的10号的逆位，所以啊，你们必须要在现在的新剧本去改变它，改善它，改善这样子的所谓不平等。我觉得会在你找到这样的陋习，找到这个坏掉的键盘的时候，把你自己的地位提升，重新让你自己不会是那个牺牲者，只是当做一个支持别人的人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所谓的权力者，或者说你的关系人，他会看到，这个国王会看到，他很有能力，很有想法，很有思想，没错。但是有没有相对的用在你们之间的控制上，任何的情绪的控制，或者工作事业上的一个控制都包含在里面，你有没有给你们相对的所谓的情绪的价值，该有的。所以这金币的10号也在象征着说，这个10号是逆位代表，这个东西是一个议题了，你们必须要这样子去巩固，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或者改善的方针，炼金术的方法，重新去融合塑造这个所谓的10个金币，最后才会成正位。正位就是我要去变成我稳定的象征，对不对？帮你转正。现在不转正啊，而且你觉得这3个人好像各怀心思，而不是4个人，这4个人各怀心思，在抱着他们自己的金币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更多的是说，这样子一个团体或者个关系的性质里面，是大家都各自想要保有自己最高的利益，然后都不想要损失，也不想要付出有没有？情感的付出，公平，甚至说多一点给别人都不愿意的话，那这样的10个金币反而不会容易成正，对不对？帮你转正，我们让它活化，不要让这4个人就讲的就多数，变成你们不管你跟谁，你们之间都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去正视你们自己共同，只想到我，每个人都只想到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所有的感情都一样，都没有想到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就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弱。10个金币更多的是说，是共同创造。你可以看到那个原始的塔罗都是合家欢乐，一群人的爸爸妈妈、小孩，搞不好还有狗，就代表是一个所谓的稳固的力量、安定感。所以这个安定感必须来自不是每个人各怀鬼胎的去想这样的关系或这样子的事件。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业到12月，我觉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吧。这个东西会得到正视，大家会正视这个问题，觉得我们必须改善它。然后这个能力者会是一个重点，会是一个关键期，在这个我们的新的剧本，我们2号宝宝那个新剧本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讯息，2号的讯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让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活化，显化的更快。好啦，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Hello， 欢迎第3组的伙伴们，大家好呀。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来看一下现在即将进入你的新篇章、新剧本是什么？这个新剧本有可能其实就是你以前演着下来的这个章节我们现在来重新 review 一下，看看现在能量到一个什么程度，主要是做一个磁场跟能量的一个了解。
这可能是未来1到3个月的一个主体的发展哦，来给大家做参考。首先来看看你们的主牌，你们选到的这张牌是面具哦。这个面具很特别哦，这2只手是黑色的哦，然后拿着一支毛笔哦，开始在着色哦，开始在他的那个面具上画。这感觉有一个伪装，而且这伪装还在进行中。有没有？这只手并没有停下来，2只手还是黑色，有点暗自哦，隐蔽感。所以有些人并没有在表达他的真心，看看是你们的能量，或者是你们的关系人。这个新接下来的这个人啊，如果跟关系有关的话，人物有关的话，这个人他没有在一个所谓诚实，但这样的不诚实也不代表他是故意的，有时候只是为了一个伪装嘛，安全性的伪装。他可能觉得哪里不安稳、不安妥，所以他暂时的先用这样的面具戴在他的脸上。可是你们又会觉得说，这个面具上没有脸呢，他只在画面具。所以这也代表的是，你们是不是现在在着手进行某些隐蔽性的东西？这个隐蔽性就是隐蔽你的真相，隐蔽你的心，隐蔽你真的想要的一个看法。有可能也代表你们哦，你们在做这样隐蔽的进行时，而且啊，彩绘哦，还在一直在琢磨，有没有应该说去修改、去修饰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这个东西已经产生了，但是未来那个新剧本极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底蕴底下，这个基础底下，这在说着啊，你的新剧本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不自觉的去做这样行为的事情，有没有？还没带上，但你已经在做了。但其实你已经准备在这样子的心态底下，甚至你的关系人也是这样。这有可能是为了迎合他人啊，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嘛，刚才说的外在的环境啊，让你必须要隐藏真实的自己哦，你才能够被接受，例如这样。然而啊，现在新的剧本啊，如果要好好的展开啊，这要不要带上去？我觉得现在是你的抉择期哦。你可以选择隐瞒，选择不要吐露你的真实的感受，但是这个有没有助于后面的发展呢？我们待会用其他的牌来看。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哦，这未来的一个新的故事也是你要接纳自己，你要接纳某一种可能性的发生，而不要过多的依赖表面，或者是说隐藏，想要糊弄过去，或者是说不要正视，不想要正视，有点逃避。所以他要戴面具，就像很多人现在喜欢戴着口罩出门一样，好像觉得有安全感。所以真正的舞台啊，需要戴面具吗？你现在的舞台需要吗？你们现在好像在评估，所以这是我现在看到的。再来，你们的卡出现2张，哇，这一张业力卡，一张吃爆米花的卡，这代表什么？先看爆米花，爆米花是说啊，这个是一个插曲。就是意外的桥段啊，意外的故事啊，是个支线，不是真实的主结构，不是剧本里面本来有的啊。所以啊，第二个可能，这样的一个戴面具不是真实的感觉的一个状态，即将以一个特殊的插曲的身份或者是形态出现，有个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件会到来。但你不用太担心，你看这个人毕竟是吃爆米花，还算轻松，所以你要轻松的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来临吧，一个人啊，或者一个事件呈这样的发展。他如果有一些隐蔽的东西，或者是不跟你交流，或者是好像没有说实话的时候，你就像看戏一样，你一样看你的电影，你可以看电影，然后边吃爆米花。这个爆米花你藏在你的嘴巴里啊，那你的眼睛一样可以看的画面呢。所以你可以互相不干扰，你就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会怎么演变，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故事的特殊的意外的桥段吧。这个叫做意外的插曲，有时候也让故事的本身更加的活泼啊，更加的丰富啊，在主结构底下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意外发生，
可能会让大家有点措手不及，但是看起来我觉得不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东西，它顶多就是一个伪装，我觉得是一个伪装，甚至是你自己在伪装，你伪装得很轻松，但是暗自里你有一些新的想法。这真的啊，这真的不是一个坏事啊，它只是可能是一个打乱计划的小事件啊，或者是一个短暂的停顿。但是在当下，你或许会觉得不习惯，对啊，甚至会觉得有点焦虑。对于现在如果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话，它毕竟不是你剧本或者你原来计划的一部分，有可能是这样的呈现。但是我认为不坏，这个面具啊。很可能的也是代表某些你本来有些人戴上的已经拿下来了，然后重新再彩绘，重新再呈现另外一个样貌给你，或者你会重新呈现一个样貌给别人，这也是一个新的。我觉得在主的情绪跟主的结构里面，这个剧情啊，在演的当中啊，这是一个小小的改变，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而这个改变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某一种学习，这是因为来了一个业力，第三方，甚至是说关系课程。什么叫业力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课程，人生的课程啊。老天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纠结或事件的安排啊，让你去烧脑，让你去费心，有时候就是让你要学习。对啊，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学习呢？看戏嘛，刚才说看他怎么演嘛。面具，我看你戴哪一种面具，你给我戴一个小蛋，我就看你小蛋的戏；你戴一个苦蛋，我一样可以看苦蛋的戏。就看你怎么演哦，你就怎么判断，是可以用轻松的情绪去看待你这些意外的小插曲，因为它不是构成很大的一个阻碍你前进的条件。你要一个个破关啊，破关你可以很辛苦的破，也可以很轻松的破。就是这样，然后这边有所谓的第三方，所以也不排除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新人哦，是以第三个人，可能跟不是你本身所产生，那么去呈现出来，然后这也可能是你的关系人的关系人，对，第三方，你是你跟他，但是他又可能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吃爆米花的人，也不是你搞不好是他在看戏，那搞得你们业力也很复杂，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关系之间的一个纠葛纠缠，这不代表一直说不代表是一个不好的，他可能在凸显某一种东西需要去呈现，甚至是让你知道，然后你就从中可以学习到所谓的各种关系里面的底下面具底下的真实的样貌。你看多了，你就会懂，有这样子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不要去担心这样子的东西的来临。而且这边出现的 sweetheart， 接下来还财富啊，财富跟什么？跟5月，哎呀，好了，5月都出来了，一起看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一个业力的学习哦，学习之后你就会得来一个所谓的开心。这个旧的账了结了，清算完成了，财富不就来了吗？这个可以是一个实质上金钱上的财富，也有可能是你的精神上的财富，精神上的愉悦啊，你懂吗？我解决到第三方的这种虚假的人，或者是看戏的人。Anyway， 不管你们现在在一个怎样的关系里面，工作里面的人也好，你或者那个情感关系也可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创造，来自于你怎么度过这样子的业力的学习。对，你刚才说你要怎么轻松的，你也可以很痛苦的，那我们就轻松一点嘛。我觉得他是建议你可以轻松的面对，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好像不是真心的一个行为哦。Sweetheart 在这边也告诉你，这代表一个疗愈啊，一个爱与支持。你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带着这一个披肩是红色，旁边有花，很美，很有力量，甚至很有爱。他收到的可能是情书啊 ，Sweetheart， 我总觉得跟情感有关啊，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消息，不一定是感情面了，也可能是好消息。你要申请什么职位，就职位的录取通知就来了，或者是原来有一个对你不太友善的人，就会给你表达他的善意啦，都可能，这来自一个好的消息，愉悦的嘛，开心的，红色的斗篷就在旁边，开着美丽的花，你看旁边就是财富了。
一直说它可能是你精神上或物质上、实质上的，你就会感觉到这种丰富、这种喜悦。它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甚至是一个感情上的支持哦。它会给你带来一个所谓的物质或价值上的提升，也象征你的事业会迎来突破。经过这样的业力的纠缠之后迎来突破，然后收入会改善，或者你会得到更好的资源跟合作机会。有没有收到一封信？更重要的它也代表你内心的自我价值的觉醒。因为财富我刚才说的不是代表金钱而已，它也代表一个丰盛的状态啊。当你相信自己值得拥有，你就会自然的吸引更多丰盛的东西进入到你身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而且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是因为来自你保持柔软的心思维哈善意跟爱的能量，对，就会到达这样的一个程度。五月来了一个时间牌，5个月或者5月，明年的5月，我觉得都不是太久的时间，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转变，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戏到一个段落，不管是第三方的三方都 OK， 你会迎来的这个好的消息。来看看细部的一个历程，直接来2张，就这2张。金币的王牌逆位，有一些挫折感在里面。我昨天挫折说好像感觉不落实，金币代表的是一个落实，一个大大金币在半空中正面来看啊，土地就在底下，但它好像没有落定。这种落实感、实际感、安全感都没有在现阶段，或者说你们之前所感受的一个阶段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的面具可能就在这里，总觉得假的不真实。就这个剧本一开始就给你带来这种不确定感，金币的不确定也代表某些你真的就是物质上你的金钱上的某一种好像短少，或者是说投资失利，或者是有一些金钱上的一个纠纷，也有可能在这里戴着面具，不真实不真诚，可能一个借贷的关系也有可能，或投资的行为带着某一种觉得好像有一些隐忧在里面你看这边宝剑2就接而出来了，前半段的一个历程，你想必也是做了一番觉醒。你再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戏要怎么演，你的确在看戏。我觉得看戏的人也有可能就真的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就像这个人一样。我在一个抉择里面，这个剑又跟一般的宝剑2不太一样，一般宝剑2是在胸前打叉，它没有打叉，它只是立起来，感觉在更准备的感觉，它并不是在做一个反对或者是说浓缩感觉的一个状态，它更多是已经浓缩到一个程度，已经大概有个判断，这个剑已经拿起来，准备要起来做决定。剑就代表一个理性跟判断的思考，在一个两端了。一把剑跟另外一把剑在做一个抉择，我该怎么决定？怎么决定？我觉得就是在看这个戏怎么演嘛，这个面具什么时候拿下来，这个人到底要搞什么嘛？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一个人的话，这个情绪就在这里底下。一个宝剑2的人，我觉得更多的是说，是用更平静的心情去看待你现在要给你的东西，给你的功课。我觉得你会平静下来，而且会做正确的决定，这是我觉得看到。塔的事件就会出来了。刚才不是说业力就是一个清算，就在结算你以前种种的决定，有因就有果，现在的果实绝对你前面种下来的。好，种下来你就去承担它吧，不要去迁就任何的人事物，别人难过你也难过，过去的事不用追究，我们反而是要想怎么解决，怎么度过。这有第三方能量在这边刚才说的，所以会迎来一个事件，塔的事件。你看这有消息，刚才有说有消息嘛，这个女人是拿了一封信呢，所以有可能又给你一个讯息，一个事件是来自某些讯息的来临，这个事件会得到突破。塔都是一个重整的概念，塔毁坏了，看似原来高耸的塔没有了，但是原来高耸独立，然后隐蔽，甚至是一种孤立感也等于打破了，塔就没有了。它全部的这样子散落在地的时候，一块一块的，反而重新可以去检讨，重新检讨，对这个塔为什么会垮，
这个塔的垮就是要提醒你们某些东西学习，我觉得你们就是会学习到东西，而且塔的正位绝对会带来一些变化。这变化一样啊，吃爆米花的心情去看，不用太过的紧张。业力啊，我跟你讲，业力啊，你越是去纠结，你越去思考，它就越紧，越紧，真的。你越是平常心，越是看待宇宙给你的这个功课，去用自然的心态，用宇宙的法则，你就会越安心的度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牌了。塔在这边，我觉得重新来都是可以。这边是一个金币的侍从的逆位，在学习很辛苦的学习。但这个女孩在念书嘛，可是她为什么要念？她就是不懂嘛，我想要解决一些事情。有没有在业力底下？她逆位就代表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真的要学。不是我说随便我看一看我就懂，随便我弄一弄我就清楚，我需要一些时间。然后业力的纠缠也在这里，就是大家难熬觉得最难过的部分啊，最有挑战的部分在这里。挑战你会挑战成功的，因为女孩这个金币放在她手上，拿着这本书，她是有落实感的，就是我下定决心我要去弄懂它，我就要解决它。虽然我可能不是很熟练，这个情况可能是我以前没有遇到的。不管这样的假象，这样子不真心、不真诚，会是怎样的一个所谓的课程，我都愿意去学习，你知道吗？逆位代表现在呈现一个比较强大的力量，就是在你们中途这个剧本会需要你更多心力去解决它，转正啊，帮你转正，让它顺利一点。顺利让这个 sweet heart 拿到的信赶快到。学习啊，就是女孩虽然都有一个说金币乌龟牌，进程会很慢，所以这个历程也没有办法久。所以你看嘛，其实也要等到明年5月或者5个月以后，这所谓的丰盛这种富足才会来临。但是无所谓啊，其实这种一步一步的去得到、去学习，也就是金币的一个品质啊。其实更加的落实啊，更加的有所谓的安全感，一步一步的踏得很实在啊。我虽然学的不容易，我经历的那个过程也其实蛮辛苦的，但是其实有毅力。金币的土能量都是有毅力的表现，所以这边给你转正，好好的去把这个功课做好，你的 sweet heart 开心的能量就来了，这是一定可以期待的。再来是一个金币。又来一个金币，你们很多金币耶，你们的抉择有就在于你怎么觉得去看待这个事件，甚至你就让这个事件赶快的来临，这个插曲，这个意外的事件赶快到来，你们的落定感情慢慢会到。这个2个金币虽然都是逆位都给你转正，好不好？这个金币转正是让它更快速一点。金币的不管是侍从还是金币的骑士，都有缓慢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也有一步一步成长的底蕴在当中，所以是值得期待。它是一个叫做可以长期持有的状态，就这个心态或这个人或这个关系都是这样，你都适合你去长期等待，慢慢等待。它的马，你看，即便是黑色，不像白色的马这么乐观、这么开朗、这么自由。但是它的黑色马就是充满毅力，充满坚决心，所以这边帮你2个都转正，给你们 highlight 一下，去看到这2个实在的金币的侍从跟侍者在这边所努力经营的，这就是你们最后会拿到的这个所谓的财富、精神财富或者物质财富都好的讯息会来临，这个业力绝对会被你们解决了。底牌看什么？底牌超棒。底牌是一个女王牌，孕育，有没有？这个成果是你孕育出来，你经过你们的学习，经过你们的不断的练习，不断的调整，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来，甚至去跨越这样子的塔的事件，打掉重练不用担心啊。你看这女王是怀孕的，怀孕就代表有东西要形成，有成果要出来，有没有？红色的斗篷就代表热情，有一个充满热力、充满值得期待的消息会来到你身边，好消息，这是来自一个你知道丰富的一个扩张，你情绪的美好的扩张，
一直都说女王牌就是一个美好的象征，它有太好的所谓阴性品质的能量，不一定指你们一定是女神或者阴性能量，是指阴性的那个柔软、柔美、柔和、顺从，对吧？刚才说平顺的所谓的业力，也就是要用一种顺从，甚至是说开心的心、愉快的心去度过。这样也是度过，那也是度过，就找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是不是舒服的状态？女王也是代表一个富足，很多资源的来临，这有秋天的感觉哦。秋收嘛，秋都是收藏，所以你即将要得到收藏了，你值得收藏的东西被你所收藏，被你的努力你经营而来的成果，你即将得到收藏，而这是你应得的。女王牌在这边非常美的一张牌，在这边当一个底蕴的话，底牌这个所谓的一个幸福的能量一定会来到的，一定要好好的度过你的业力啦，不要太担心，什么虚假的面具都可以抛开的，都可以从不管你或别人的脸上拿下来，大家更真诚的相待，这就是看到的。现在看到这2个金币，绝对去落实它，是有可能达成的。OK， 这就是我们3号宝宝你们的能量啦，一样喜欢的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对，留言，让这样子的能量去显化的更快，然后让大家也同时的去进行，因为能量的蕴藏跟集中很重要，在我们的这个内容发布的时候，大家在下面留言，也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流转哦。好，那一样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